我好心收留妹妹，她却恩将仇报。她不但跟我丈夫搞外遇、怀孕，还要求我离开，好让他们共组家庭。我今年34岁，半年前，因为我28岁的妹妹朱莉手头很紧，连生活都成问题，我让她搬进来跟我住。朱莉在她工作的公司倒闭后失业了，2周后又生了一场重病，身体状况非常差。我跟父母商量后，决定让她来住一阵子，这样我可以照顾她，帮她养病，还能让她省点房租。毕竟很明显，她短期内根本没办法工作。当时她真的是跌到了人生谷底，而我是唯一挺身而出拉了她一把的人。因为爸妈住得远，她身边也没朋友能帮忙。我当时觉得帮助有困难的家人或朋友是应该做的事，但她是怎么报答我的？她竟然是爬上我丈夫的床。不止这样，她还有脸叫我搬走，说她现在怀孕了，要和我丈夫一起组建幸福家庭。这一切是前几天才曝光的。朱莉把我和丈夫叫来坐下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原本以为她身体恢复得不错，终于要搬走了，我还天真的以为她要宣布准备好重返职场，离开我们的生活。结果她竟然说过去几个月她和我丈夫一直在偷情，而且她现在怀孕了。我看着我丈夫，发现他跟我一样震惊。很明显，朱莉在跟我摊牌前根本没跟她商量过，这就解释了很多事。承认怀了我丈夫的孩子后，她为发生的事道歉，还说她知道我一定很惊讶。但她接着说，反正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事情都发生了，讲再多也没用。然后她竟然厚着脸皮要求我搬出这栋房子，理由是以她现在的状况，跟我住在一起会很不自在。我气炸了，但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我淡淡的但坚定地告诉她，我绝不会搬走，因为这房子是我的，要搬也是他搬，而且他可以把那个不忠的男人一起打包带走。他们爱去哪组建幸福家庭都行，我要准备申请离婚，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任何一个。我尽量压低说话声音，试图控制怒火，想保留最后一点尊严。在听到这个震惊的讯息后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崩溃失控的样子。当我说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不会搬走时，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。但这时我丈夫开口证实我没在开玩笑。他解释说他名下一无所有，这让朱莉当场傻眼。原来他之前对他说的全是谎话。让我补充一下背景，我和丈夫在一起8年，结婚5年。婚后几个月，我开始创业，运气不错，事业做得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待在家全职写作，那是他一直以来的兴趣。过去4年，他一边做家事，一边写他的长篇小说。我们没有孩子，所以家事并不多。房子和里头所有东西都是我买的，所以房子的产权归我。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样很合理。我敢打赌他现在应该后悔极了。当我丈夫向朱莉承认他其实一无所有，之前都是骗他的时候，他彻底崩溃了。他开始对他大吼大叫，骂他是个骗子，虚伪的小人，说自己被骗了。看到他对我丈夫发飙，确实挺大快人心的，但我根本不在乎他们2个狗咬狗，我只想让他们马上离开我家。我打断他们，叫他们别吵了，要吵出去吵。我没给他们太多时间收拾，只想让他们马上离开我的视线。我丈夫在这点上还算识相，他知道没什么好辩解的。他了解我多看重自尊和尊严，也知道我绝不可能原谅出轨，所以他默默地走进卧室，开始打包行李。反观朱莉，她跪下来求我原谅。她说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，她需要一个住处，不能被赶出去，我们是家人，尤其是她还怀着我的外甥。听到家人这个词让我更火大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，把她拉起来，直接推出门外。虽然动作很粗鲁，但我不在乎，我气疯了。她怎么敢在跟我丈夫上床之后，还有脸跟我谈什么家人？她继续在门廊哭喊哀求，我直接关上门。接着我走进客房，把她所有东西塞进行李箱，全部扔到门外。我警告她马上滚，不然我就报警。她一直哭，但我只是关上门回到屋内。几分钟后，我丈夫提着行李出来，诚恳地跟我道歉。我假装没听见。他离开后，朱莉在门廊上哭闹了大概1个小时，但我戴上耳机，完全当作没听见。最后安静下来，我知道他终于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打电话给律师说明一切，并表示要申请离婚。我本来打算晚点再通知父母，但我父亲第2天就打来了。我父母觉得我做得太绝了，不体谅朱莉最近遭遇这么多事。我觉得很意外，因为父母向来对我们一视同仁，朱莉并不是特别受宠那个。但这次他们却一直帮她说话，让我觉得很不对劲。
他们说他们知道朱莉怀孕了，我不该在这种情况下赶她出门，特别是因为她还在待业，又刚大病初愈。他们说她需要时间重新站起来，而且除了我，也没别人能这样照顾她。她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的经济压力、工作和家庭，没办法收留她。我父母坚持认为，作为姐姐，我至少能做的就是原谅她的无知病，陪在她身边。此外，他们提醒我，是我丈夫勾引了她，不是她主动。他们说，我丈夫告诉朱莉他掌管我们的财务，还是个知名的作家与编剧。他说不想出名，所以保持低调。我妹妹太天真，全信了，以为他是个大人物。然而事情其实更荒谬，他居然以为和他在一起之后，两人可以联手把我赶出这个家。可惜的是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特别是因为他们根本没对好口径。当他全盘托出时，直接搞砸了两人的算盘。所以我坚持立场。我说，什么妹妹？我没有妹妹，我有充分的权利把她赶出去，因为她和我丈夫选择背叛我。不管她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，他们两个都选择在背后捅我一刀。我没理由只赶我丈夫走，却让朱莉留下来，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不在乎朱莉是不是怀孕或失业，我在让她住进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她有这些困难了。结果她怎么报答我？在我家里跟我丈夫上床。况且她又不是怀孕大肚子无法自理，才几周而已。就算她怀孕9个月，我也照样赶人。她做的事太过分了。她原本打算把我赶出去，因为她以为房子是我丈夫的，所以现在这样只是刚好而已。但我父母还是坚持我太冷酷，他们只在乎我处理事情的态度，却无视她做了什么烂事。我听腻了这些废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从那之后我们就没联络了。你们觉得我把怀孕的妹妹赶出家门是错的吗？更新1，我知道有人觉得把孕妇赶出家门不对，但在她做出那种事之后还让她留下来，我才真是疯了。还好大多数人支持我，认为她该自己找地方住。昨天我把父母封锁了，这件事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打击，但我不能停止工作。我是老板，所以在公司必须保持坚强。表面上一切如常，但回到家后我就彻底崩溃了。那种心痛真的难以承受。几天前，我和律师提交了离婚申请。我丈夫很快就会收到通知，我想他不会反对。他够了解我，知道纠缠只会更难看。但即使我很确定这个决定，心还是会痛。就算离婚顺利，也不代表一切都会变好。我不敢相信在一起8年后，他竟然跟我亲妹妹联手背叛我。我曾经真心相信我们相爱，会白头偕老。现在我对过去的一切都产生怀疑，也许这不是他第一次出轨。想到这些，心就像被撕开一样，但我现在只能接受，继续往前走。自从我把他赶出去后，他是唯一没有试图联系我的人。我父母和朱莉都试过，但只是为了说服我让他再免费住回来。我父母竟然站在他那边，这真的很荒谬。我之前说过，父母总是对我们一视同仁，现在我不确定了。我对朱莉从来没有过高的期望。我们不算非常亲近，但感情也不差。这就是为何我会帮他，让他住进来。反正有空房间，我想就帮一下吧。爸妈那时也赞成，我以为这就是家人该做的，但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背叛我。帮助了好几个月的人，反而在背后捅你一刀，真的很痛。面对父母的态度更让我难受。他们一直都很讲理，所以我以为他们会对朱莉的所作所为很生气。说实话，从对话里也听得出他们确实很生气，但他们坚持认为伤害已经造成，现在要向前看。我不知道他们吃错什么药，但我非常失望。我觉得对他们失去了尊重，而且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。我整个情绪已经被掏空了。精神上，我只能专注工作，因为我的家庭生活已经垮了。我还没告诉朋友们，但我知道终究得说。我和丈夫有很多共同朋友，我宁愿他们听我说真相，而不是听他在那边编故事。现在我只专注2件事，不让工作受影响，以及处理离婚。我条件给的很公平，丈夫应该不会反对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把该准备的文件都备齐。除此之外，我试着保持思绪清晰，最不想的就是自己失控。在这里分享感受很有帮助，真心感谢每一个留言支持的人。更新2，不出所料，我丈夫没有对离婚提出异议，他传简讯确认条款是公平的。在另一则讯息中，他说他一直在想怎么道歉，但不管怎么写都显得很虚伪或软弱，所以他决定直接说对不起。他承认他对朱莉撒谎是因为自卑。
她觉得自己没目标，名下一无所有，经济依赖我，又没孩子，小说写不出来，觉得浪费了4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。这种焦虑让她陷入低潮，但她不敢面对，更不敢跟我说。然后朱莉来了，她没想太多，就开始撒谎来膨胀自己的自尊。她说自己掌管财务，事业有成。后来他们上床了，她原本以为这是一次性的错误，却越陷越深。尽管有罪恶感，她却停不下来，这成了她逃避现实的方式。当朱莉怀孕，我们发生争执后，一切都完了。我丈夫他说他真的后悔，毁了我们之间的一切，但他发誓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出轨。他恳求我相信他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原谅他。读完那条讯息我哭了，这再次提醒我失去了什么。我以为我了解这个男人，我们有深厚的感情基础，结果一切在1天内崩解。失去信任真的很痛，经历过背叛或离婚的人应该懂。我心里有一部分想恨他，专注在他的恶行上，心痛的难以忍受。我讨厌自己看着讯息哭泣，但在哭完后，我获得了足够的力气封锁他。我没回复，他不值得我的回复，尤其是在伤口还如此新的时候。过了些时候，我开始对他说的话感到更生气。他明明可以跟我谈的，我从未因为他待在家写作而看不起他。我不懂创作，但我一直欣赏他的才华。我觉得他待在家没什么不对，也许是他脆弱的自尊受不了，也许是外人闲话让他难受。但我们在一起8年了，他至少可以告诉我他的感受。我们结婚不就是为了互相扶持吗？我会陪他的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解决，但他选择逃避。他转而去找朱莉，搞成现在这样。我想的越多，就越觉得可悲。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厉害，撒了那么多谎，真的很可悲。我爱的是原本的他，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。这逻辑我永远无法理解。至少对于朱莉，我懂她在想什么。她想不劳而获，想过我的生活。她以为怀上我有钱丈夫的孩子就能取代我，但现在我可以完全无视她的存在。再过几个月，离婚手续办完，我就解脱了。更新3，距离上次更新过了几天，我过了几天平静日子。但今天早上，我父母竟然跑来我家，这很不寻常，因为他们搬去老家帮叔叔打理生意后，很少来找我。通常是我和朱莉去看他们，他们特地飞来，肯定有重要的事，而我知道一定跟朱莉有关。所以一开门，我就直接说，如果你们是来谈朱莉的事，那我不想听。1周只有1个星期天，我不想浪费时间重复同样的话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但我父母坚持他们就是来谈朱莉的，说我们得好好谈，因为我对待他和他们的方式不对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们是家人，家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应该不同。又是家人这套勒索，就像对朱莉一样，我也失去了耐心。这不是家人该有的样子，至少不是我想要的家人。我告诉他们，在这个家，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不同。在大多数家庭，如果自己的妹妹跟丈夫上床，那个妹妹被赶出去也是应该的。显然这个家跟大多数家庭不同。我把话摊开来讲，他们结巴的想辩解，但我没让他们说下去。我把他们所有可能的借口都堵死了。最后我母亲哭了，但这里是我家，想怎么说话是我的自由，特别是他们选择在周日早上来烦我。这些话应该去对朱莉说，那个真正做错事的人，而不是我。我说完之后，我母亲哭得很惨，我父亲气地说再也不想跟我说话。他骂我是个糟糕的女儿，居然让自己母亲哭成这样。但我不在乎，他们要说我疯了也行，我知道我没有，这就够了。如果有人疯了，也是他们或我妹妹，也许他们3个都疯了。更新4，距离上次更新1个月了，我没联络任何家人，包括朱莉，特别是父母。我只知道父母一直在寄钱给朱莉。据说我那即将成为前夫的人目前和他父母住，他打算离婚定案后搬到外州。至于他对孩子有什么打算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们大多数朋友现在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很多人开始疏远他，只有少数人试图保持中立。至于我，生活慢慢回到轨道上。我现在尽一切努力保持内心平静，还称不上快乐，但至少很平静，这已经比上个月好太多了。一点一点来，我知道我会再快乐起来的。毕竟，糟糕的事不会永远持续。更新5，这次更新很临时，因为有新进展，你们可能想知道。我妹妹流产了，并把责任怪在我头上。她说是我给的压力导致她流产，我父母也跟着她一起怪我。
还好他们没直接来骚扰我，这些消息都是来自那些自称中立，但却指责我为了自尊赶我出去，进而害死婴儿的人。好笑的是，这些指责我的人，没一个愿意收留我妹。照他们的逻辑，他们不也一样有罪？如果我妹妹真的在乎孩子，那她一开始就不该跟别人的丈夫上床，尤其还是自己姐姐的丈夫，至少也该做防护措施吧。这整件事没一个正常的地方。不过，跟逻辑不通的人争辩，只是浪费我的时间和力气。更新6，几个小时前，我前夫联络了我，你们绝对猜不到他说了什么。不，他不是想请求复合。我们离婚时没闹得太难看，所以我才愿意接他电话。他承认他错了，而且离婚过程配合得很干脆。我不恨他，不是因为他值得，而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。但他告诉我的事很有意思，他证实我妹妹从未怀孕过。他打电话是为了让我知道真相，因为他听到外面有人指责我害朱莉流产。他也把同样的话告诉了其他人。原来他一直跟朱莉要怀孕证明，甚至多次说要陪她去看医生，他总是找借口躲。最后他直接说孩子没了，但要他拿出医疗记录，他什么也拿不出来。他也跟我父母确认过，没有任何医疗记录证明她怀过孕或流产。她只是某天突然宣布流产，就这样。所以，所有怪我害她流产的指控根本毫无根据。我父母试图联络我，想和好，甚至停止资助朱莉。但说真的，太迟了。我不再在乎我父母现在对我妹妹做什么。当我被背叛时，我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支持。任何有是非观念的父母，在那种情况下都该给子女的支持，但他们没有，所以我也拒绝他们。所以整件事就是，我妹妹因为和我丈夫上床，假装怀孕，失去了姐姐、住处和我的帮助。我父母因为选择相信谎言而非真相，失去了我这个女儿。我看他们3个干脆组团去拉斯维加斯算了。既然他们这么爱拿人生当赌注，比起经营家庭，他们可能更适合去赌博。至于我，这场戏终于落幕了，我也该翻篇过我的新生活了。